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雅洁，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台湾最年轻的航空公司星宇要上市喽，它的机会和挑战又是什么呢？想要知道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记得要听到最后。那今天我们的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张道仪，道仪你好。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道仪是我们的新朋友，刚好来帮我们介绍这家新的航空公司。是，其实它虽然说新，但是我想台湾的消费者都不陌生啦，是对，因为毕竟他也开航4年了，对，而且社群上看起来就是非常多的相关内容，对，粉丝超多呢，非常多。对，50年来，财讯持续为读者带来专业的报道，帮投资人追踪产业动态，掌握投资脉动。如果你也认同我们的经营理念，不如现在就加入频道会员吧。成为会员，不只能看到会员专属影片，还能得到专属徽章和会员电子信哦。现在就点击下方的加入按钮，支持我们，让财讯能够继续在投资的路上陪伴大家迎接下一个50年。那他们最近又有一个新的话题，就是股票快要上市了。没错，其实它已经挂新贵2年了，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话题不断的公司。从一开始出生并不是命运那么好，对，命运很多舛，就是一出生准备要大展身手的时候就遇到疫情，这机场航线什么的都不能如预期的这样的拓展。对，因为航空公司本身来讲，它就是会花很多的钱去做很多的事情，买飞机啊，或者是真人都非常的花钱，但等于是你花钱花到一半，就发现你就没办法回本，这对于航空公司来讲，整个计划都打乱，对，非常的挑战。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股票上市的计划好了，是对，因为一开始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个公司才营运这么短的时间，又还没有开始真的转亏为盈，它是怎么样可以达到上市这样子的标准？它其实透过了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否航空公司或者是否星宇这家公司，它其实否新创企业，也就是所谓的独角兽。也就是说，很多公司其实在开创之初，它并不会那么快就赚钱，但它其实很有希望的，它可能投资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多元上市的方案，市值达到50亿以上，那你实收资本额是6亿元以上。那在这个规模下呢，如果你的经营成效最近1年营收是大于50亿元，而且你比前年来的好，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是正的，那在这个前提下，你就可以去来走就是多元上市的这个方案。它现在股价大概30块钱左右，所以以它的股本大概250亿，其实它的市值早就已经是700多亿了，那所以是远远超过这个政府的这个条件。对对对，那其实不只是这样啦，它的营运表现的确也恢复的挺好的。没错，其实蛮漂亮的。我记得那一天在业绩发表会的时候，其实印象很深刻，就是张国伟他那段下的很漂亮，就是说2023年他虽然是赚1.5亿，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很厉害。考量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背景，他在一开行就遇到疫情，所以他真的去大展身手时间就是2023年。对，他有讲到大家对他比较多的concern，大概就是累积亏损的部分。大家加上这次的上市，再加上他本身就是一些经营的成果，他们上次是讲说确实有可能在明年就可以把他的累积亏损可以透过资本公积的方式打掉。那回到经营绩效的部分，其实说除了刚才讲1.5亿之外，他们在今年上半年的 EPS 是0.39元，直接反映到就是对于股东或者说投资人来讲，也许这1-2年他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漂亮的 EPS， 甚至有可能去配息下来，这个也是很多投资人也期待的。而且张国伟他本人也是有讲过说，其实配息是件可以期待的事情，这样子。对，其实以他近3年的业绩，那道仪他在我们第721期的财讯双周刊上面都有做出很好的整理，你真的可以看到他们这3年的业绩是快速的成长，尤其是2020年的时候，营业额营收才33亿，2023年一口气就破了200亿，当然是拜市场快速复苏。对，整体市场的环境也是好的，但是市场环境好本身，它其实毛利率也是起来的很快。在2021年、22年，其实毛利率都是负的，大家在可想而知，因为整个大环境是亏吗？对，是亏。对，但它其实2023年就很快的毛利率就回到17%，然后上半年也是到21%。就是刚才有讲到说，航空业本身是一个重资本，但是毛利没那么高的一间公司，不能跟台积电的50%这样。没错，因为它其实本身还是一个消费型的一个产业，所以它毛利并不一定那么高，但是它可以把毛利把它翻正，变成它是一个可以赚钱的一个公司，其实本身就是一件蛮不简单的事情。是，表示说其实它算是准备好了，是可以这样说，当然大环境也是好的了。IATA 它的报告也有讲到说，它今年的客运收入渴望达到7440亿美元，那这个是什么数字呢？就是比2023年要增加 15.2%，2023年已经是一个疫后，它并不是一个疫前还在一个比较低谷的阶段，是已经复苏了。但另一个可以关注的趋势是在于说亚太地区，因为可能大家对于疫情
比较谨慎，相对于欧美来讲，欧美大概在疫情还没完全结束就已经开始飞出去想要出去玩了，但亚太在这个部分的复苏是没那么快的。换句话说，其实从商机的角度来看，亚太疫后的航空业的复苏还有一段的时间可以走，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会对于星宇来讲，或者是说亚太的航空业来讲，是一件应该算是利多的一个因素。对，因为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强调它是最年轻的航空公司，所以我们一直都很想知道，就是星宇它是怎么样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有这样子的营运成绩，然后它跟其他航空公司又做出了怎么样的差异化。你可以告诉一下观众朋友，就是说到底星宇航空它的整个主要的营运策略是什么？是，其实刚才雅洁讲的没错，就是星宇航空作为一个后进者，它飞机没有比别人多，它的航点也没有比别人密，它的航班可能没有比别人多，而且在台湾其实在星宇航空出现之前，其实也很少人会说我们好像需要一个新的航空公司。既有的航空双雄的市场是相当稳固的，也就是说星宇航空在这样的状况，它要切入这个市场，它就必须要走一个相对比较利基型的市场，也就是说在即便是一个稳定的市场架构下，还是有一些的没有被满足到的需求。对，那像包括说新的市场、新的航线或新的地点，那第一个其实最可想而知的就是它的新的品牌的形象，就是所谓精品航空，这4个字其实大概也可以概括星宇航空从开航至今几乎是划等号了。对，一以贯之的一个品牌的精神，而且这个也是确实过去在台湾航空业比较少主打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特色。那它其实就贯彻精品航空这件事情，包括张国维董事长本身他的出身，他可能对于品质的要求，包括内装，包括经济舱它就有独立的娱乐系统，那或者说它甚至商务舱它可以把这个躺平的窄体机的商务舱它也可以让你躺平。对，可以躺平，它价格也许是比市场上的要再高一些，但是它所获得的感受跟体验是截然不同的。包括说它可以跟餐饮业者合作去推出新的飞机餐，打开你对于飞机餐的想象。就是他们的飞机呢，其实也许没有比人家的大。那台湾的旅客非常注重，就是说出国就是要搭大飞机，大就是舒服，是对，但他就是有办法把他们比较中小型的客机呢，也弄得一样的舒适。是，它这是一个迷思，而且我觉得它切入利基点，它是可以带动整个产业，包括刚刚讲载体机，确实我们也看到有其他的业者也开始往载体机的方向去走，其实就是他们所切入的并不是一个冷门点，对，它是一个还没被发现的热门点，它是真的开发出来，就大家发现说，结果利用这种载体机，就是比较中型的飞机之后，其实在航班调度上是更灵活的。是，像刚刚讲利基这件事情，也并不是只是说我的飞机本身做比别人好，或者是比别人舒适，包括航点的开拓上，它其实也是找一些就是过去可能不是那么热门的航点，但是有开发潜力的。例如说这一年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很多次，像富国岛，也算星宇航空也算蛮早期开始投入去做直航、去做直飞的这一个点。那其实星宇就可以去带动说，因为我是先行者，我可以先到这个市场，我就可以掌握一些新的利基，来为自己去巩固一些我自己的优势，这样子。对，我觉得他也提到了一个蛮有趣的观点，是我们过去在观察航空双雄的时候比较没有去注意到的，就是关于从东南亚飞到北美的这一段转机的市场。对，因为以往其实连我们台湾人自己要飞北美，可能都是要再经过东京或香港、曼谷啊等等去转机。他现在变成说想办法把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的旅客拉到台湾来转机。是，他在业绩发表会的时候有提到说，如果说你只做台湾这个市场的话，确实可能没有一个新的航空公司的这一个地位或者是新的切入的空间。但是如果说您考量到整个大的东南亚或东协市场，它的转机市场，大家会发现其实东协很多国家它是无法直飞到北美几个重要的城市的，那对他们来讲可能就必须要找地方转机。那东协市场何其之大，人何其之多，包括现在的商务的这个互动越来越的密集，再加上台湾本身在地理位置上确实也是适合做转机的，东协国家这些人能够把它吸引到台湾来做转机，这个就是星宇它所瞄准的另外一个大的利基型的市场。确实。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现在是属于星宇相对弱势，但是未来成长的空间很大的，就是货运。对，其实像我们这次去聊的那个策略长，他本身就是货运出身的。为什么说是弱势呢？因为现在星宇目前在载货上都还是用客机的机腹来去载货，它并没有一个完全的货机来去参与到。摊开星宇的财报，你会发现，货运的这个业绩一直不断成长，但是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少。也就是说，它其实在货运市场上还是没有一个非常挥洒、非常就是大显身手的一个空间。什么东西会用飞机载？你就是要快、要及时，可能比较贵重的东西。那最主要的也许就是在
在半导体啊或者 AI 这种机器上，AI 供应链啊、半导体，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也都听我们财讯都有分享过，其实这个市场是非常非常热的，这个也就是货运市场它可能会成长的一个蛮大的空间。是，所以他现在要赶快补足这个部分。是，那包括说他要订新的货机啊，从我们现在的报告看起来是2029年它可以补足5架的货机，那看起来它可能还会再追加新的货机的部分，那到时候也许在货机这块它的营收的动能也许就可以再起来。归根结底，星宇它就是新但是小，是对，这是它的机会，但是也是它的挑战，就是它的小要赶快长大，因为无论如何规模都是在这个航空这个行业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定了7大战略来进行这个规模的拓展。对，就是说包括机队啊、航网啊、品牌服务、科技，然后航安、人才培育等等，其实这就是星宇航空现在可能的挑战，就是说它是作为一个同时在成长，但同时又要经营业务，同时又要招募新的人，同时要买新的飞机，要扩展新的航点，同时又不能丧失它原本最核心的就是精品航空的品质上的要求。是，这也是他们现在挑战蛮大的一个地方。那其实相对应就是再加上大环境上，在飞机交机这件事情，这个也是他们其实这一段时间一直被问的事情，就是交机的进度，能不能买到新的飞机。而且我才发现，就是说交机延迟这件事情对其他航空公司的影响可能还好，但是对于星宇来讲影响就会非常的大。没错，对，因为他们现在是属于一个业绩扩展的一个阶段，你要有航点，要有班机，航点可以谈，但你飞机不够，这些东西都是互为因果的。是，对，你不能说开了这个航点，结果没有飞机可以飞，对，或者是飞机到了，然后没有人可以上去服务，是，对，然后你的后勤啊什么的，全部都要一次架构完成，对，就是一环扣着一环了。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必须要 case by case， 一直不断的动态的调整它的策略。这个难度，我相信是相对于其他的航空公司来讲，都是蛮难的一件事情。是没错，但是飞机现在因为交机的时程，弹性拉得相当的大，这个弹性可能是8到12个月，是蛮有弹性的一件事情。对，然后这个东西都会在他们的营运上面造成相当的负担啦，是没错。所以这个可能是他们最大的挑战。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说你的航点不够密集，你的航班没有让我觉得够方便，我就不会想要长搭，没有想要长搭，我就不会累积里程。是，我没有累积里程的诱因，我就更不想搭你这个航空公司了。是，这也是一个新的航空公司可能遇到的挑战，就是常客。对，就是常客这件事情是星宇航空现在很需要去累积的，因为确实很多人也许是因为张董事长本身的魅力，或是这个航空公司的品牌上的优势，先去尝试这个品牌，但如果把它转化成常客，透过里程，那包括里程就要谈到也许联盟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快速的累积里程，而且你常客这些可能原本都是某一个航空公司的常客，我要把它拉过来这个地方，或是让它我要养成我自己的常客，这个是确实是一个蛮需要挑战的事情了。对，所以其实他现在同时间还真的是有蛮多事情要做的，对，有蛮多的线要顾的。但从现在资本市场对他们的整体的成长还是蛮期待的，经营团队本身都是蛮有经验，但就看他怎么因应未来更多新的这些动态新的挑战了。因为他们是新的航空公司，所以有一些新的策略跟想法是可以很快的实践在他们自己的营运蓝图上面。怎么样的利用这个时间差，就是他们现在领先同业的这个时间差，然后再创造出更多的差异化，变成说他们要一直赶快往前跑。对，未来能不能找到新的差异的利基，就是让人家追不上的。没错没错。好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复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208集3大致命伤，看懂 Gogoro 独角兽光环消失的原因这一集里面的留言。财团的Carol P， 现在最大的风险是一旦 Gogoro 收摊，充电站无法继续承租营运，全台几万台 Gogoro 电动车只能当静态模型摆家里或随意弃置在路边车站。这个应该是属于一个最悲观的情境了。我个人啦，这纯属个人的想法，因为其实我们在当时这个报道里面也有谈到，它的这个换电站跟它的电池系统，这个技术本身是有价值。我其实不排除真的这个公司要是撑不下去，它被收购的可能。
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说，真的就让它就荒废在那儿的几率呢，也许不那么高。他应该想到之前有一个共享脚踏车的那一个状况，他想到那件事情去了是，但应该不至于了。对对对，基本上台湾对于这种退场机制，我觉得会处理的应该会比较好一点。那第二位财团JoJo，他认为 Gogoro 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错误不愿意改，第二从产品到服务都贵，第三不愿意开放副厂，第四无视用户权益。好，我们在那个报道当中，还有上一次的节目里头，其实我们都很刻意的去避开，就是他们非常有争议的一些部分啦，因为这些有的是正在跟政府交涉当中，然后或者是说有关于消费者使用体验的部分，我觉得这是非常见仁见智的。也有人真的觉得他的产品不错，我觉得我们不在这上面纠结。当然，就是我相信 Gogoro 他们本身也都已经注意到了，他们应该要怎么样的面对市场。的确这些都是消费者的心声，我相信，所以呢希望他们可以改进咯，是会越来越好。财团 Kenneth Strong， 销售必须依赖政府补助，周边商品样样贵，消费者望而却步，不合理的电瓶所有权规范与充电模式，最重要的是无法将电动车变为消费财，打入大众生活圈，曲高和寡，最终还是会沦为陨落的下场。其实这是所有的新能源事业都有碰到的问题，改变原本的使用习惯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后又牵涉到价格，对，台湾人对价格是非常敏感，就是能不能感受到那个价格带给我的好处，像刚才讲星宇航空它也价格稍微高一些，但是就可以感受得到那个体验是很重要的，是不一样的，对对对。不过当然就是我们在说整个电动车呢，其实在今年这个市场是有一些变化的，如果说是一个新的产业趋势的话，我们都希望它能够顺利的走下去啦。好，那今天谢谢道仪的分享。如果您还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购买《财讯双周刊》第721期，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听了才知道，我们下个星期见，拜拜，拜拜。